祝大家圣诞快乐，元旦快乐，新年快乐。嘿，朋友们，大家最近怎么样？我录制这一期播客的时候，已经是2025年的1月2号了。我刚结束自己的圣诞节以及元旦的假期，不知道你有没有好好休息一下呢？过去的这2周，在西方或者说在欧洲，是一段节日氛围很浓厚的这样一段时间。在欧洲，很多公司会从圣诞节到元旦，也就是1月1日这一周的时间里都会放假。再加上圣诞节之前的几周开始，很多商店呀、街道上都会有圣诞节的装饰。所以说，我刚刚提到，在西方圣诞节和元旦节的节日氛围很浓厚。我休假的这一周呢，我去了德国的一个城市，叫做 Düsseldorf。用中文来说的话呢，就是杜塞尔多夫。很多中国人也把它简称为杜塞。那我在杜塞的体验呢，其实还蛮奇怪的，因为我是25号到的杜塞，然后呢，那里很多的商店和餐馆都关门了。我也不觉得奇怪，因为我知道在欧洲圣诞节这一天，很多商店之类的都不会开门。但是26号的时候呢，街道上就突然出现了很多人，这就是让我觉得奇怪的点。前一天明明什么人都没有，然后第二天仿佛是一下子很多人就拥到了街道上。更奇怪的是，我在杜塞的这几天遇到的荷兰人特别多，似乎我们去的任何一个餐厅、任何一个咖啡馆都能听到别人在说荷兰语。我心想，荷兰和杜塞离得这么近，吃的也差不多，天气也差不多，为什么他们要来这里呢？但反过来，我不也是从荷兰到德国来玩吗？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好吐槽的了。那刚刚我说到，在欧洲的节日氛围从圣诞节一直延续到了元旦节，但是在中国，这个过节的氛围会持续的更长一些，会一直持续到春节。今年的春节呢，是在1月29号，所以我的很多朋友如果可能的话，会尽量的在这一段时间里多休假。那这样他们就能够在年初的时候有一个很长的假期。如果他们没办法休假，那他们的工作状态也不会很好，因为从
元旦节到春节这段时间，基本上大家都在想着放假的事情。那你可能会好奇，圣诞节是西方的节日，具体来说是西方的一个宗教的节日，为什么在中国也会是受欢迎的呢？其实这是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一个缩影。真正过圣诞节的地方呢，其实也是受到西方文化影响最大的几个地方，尤其是大城市，比如说上海、北京等等。而很多过圣诞节的人，他们其实也并不了解，或者并不在乎圣诞节的起源。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圣诞节并不是真正的节日，它更像是一个大家一起出来见面，一起出去购物、逛街的这样一个日子。而在西方世界里，圣诞节则是一个和家人团聚的日子。在中国呢，我妈妈这一辈的人基本上是不过圣诞节的，而我的朋友们呢，基本上也就是去一些商场呀、一些购物街逛逛街、拍拍照之类的。那偶尔的在中国的外国公司里工作的朋友，他们也许会在25号这一天有一天的节日，但这也并不是大多数的情况。在前几年的时候呢，中国有一些地方在抵制过圣诞节，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西方文化的影响，而中国人应该过中国的传统节日，而不是西方的节日。但是今年，或者说从去年开始，似乎这样的声音就很弱了。那里边有好几个原因，但主要的可能还是政府过去的抵制呢，一般都是说政府不让商场弄上圣诞节的装饰呀之类的情况。那这几年呢，或者说去年和今年，并没有官方的这样一些要求。那政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可能的原因是因为现在中国想吸引一些外国人回到或者去中国玩或者居住，因为在新冠疫情期间，很多外国人都离开了中国。在那之后呢，去中国旅游的外国人人数也没有回到新冠疫情之前的水平，所以这有可能是政府没有要求抵制过洋节的这样一个习惯了。那说到元旦节，元旦节在中国呢，其实是一个官方的假期，全国都会放3天的假期。那在这一天，当人们在发送祝福的消息的时候，有的人会发送新年快乐，有的人会发送元旦快乐。这其实是挺疑惑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很多情况下，当我们说新年，其实指的是春节，也就是农历的1月1日。但是整个中国的日常生活以及商业的运作都是按照阳历，也就是和西方一样的日历生活的。所以在阳历里的1月1日，也就是元旦节的时候，其实本质上已经是新年了。但是由于在中国农历的地位也非常重要，而很多老一辈的人，他们会认为春节才是真正的新的一年的开始，所以他们不会在元旦节这一天祝福新年快乐，而是在春节的时候祝对方新年快乐。那在过节的氛围上也是一样的，元旦节3天的假期，很多人可能就出去跨年，然后第2天休息1天，然后就会继续工作了。但是春节的时候呢，中国会放7天的假期，很多人还会在7天的基础上多请几天的假，那这样他们就可以休很长的假期。而在中国的春节，其实人们过春节的方式和在西方人们过圣诞节的方式更相似。也就是说，在春节的时候，很多人会回到他们的老家和家人团聚。同时呢，很多的商店也会关门。所以如果你想来中国度假的话，春节可以说是既好但也不好的这样一段时间。好是因为你可以体会一下在中国过春节的氛围是怎样的。那不好的原因呢，就是很多的服务呀，很多的商场呀都关门。但我还是认为在中国春节期间的节日氛围还是很有意思的。比如说在除夕的时候，人们会放鞭炮。在西方呢，除夕的时候人们会放各种的烟花，但是在中国呢，主要就是鞭炮。然后街上的一些装饰呢，也很有中国的特色，比如说灯笼呀、对联等等。打开电视，你也会发现很多的节目都在谈论和春节相关的内容。总之就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这样一段时间了。那最后呢，我想和大家解释一下农历这件事情。那也许你知道，在中国的古代呢，人们的生活节奏其实是按照月亮的运行的规律来的，而记录月亮运行的规律的日历呢，就是农历，我们也称之为阴历。而我们现代生活里所使用的日历呢，其实是按照太阳的运行规律来的。按照太阳的运行规律呢，每个月有30天，
有31天，而对于月亮来说，这个周期呢会短一些，在29到30天之间。所以你会发现每一年的中国的日历上，阳历和阴历之间的对应关系都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们过春节每一年的时间都不一样。在中国，阴历的影响远远大于春节。中国的基本上90%的传统节日都是按照阴历来的，除了元旦节，也就是1月1日，劳动节，也就是5月1日，以及国庆节，也就是10月1日之外，基本上所有的节日都是按照阴历来的。也就是说，每一年的节日的具体日期都是不一样的。那除了传统节日之外呢，有的人的生日也是按照阴历来的。比如说，我的生日其实是阴历上的日子，也就是说，在阳历所主管的现代生活里，我的生日每一年都是不一样的。那这样做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少了，因为的确是比较麻烦。当你告诉朋友我的生日是哪一天的时候，他们还需要去找阴历相对于阳历的那一天，而这一天每一年都不一样，所以很多人就用阳历的生日作为自己的生日了。其实现在想想，我觉得用阴历做自己的生日还挺有意思的，因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对于以前的我来说，这是很日常的一件事情。但是当我到了欧洲之后，发现这样的概念对于这边的人来说很难理解。每次我都需要用很长的时间来解释什么是阳历，什么是阴历，为什么中国人用阴历等等。但是我也很快地意识到，正是这样的一些不同之处，让中国的文化显得有它自己的特点。这一期的播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祝你圣诞快乐、元旦快乐，以及新年快乐。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的话，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 realchinesetalk.nl。 你可以在主要播客平台 YouTube 同名频道上找到我们。为了帮助你更好地理解播客内容，学习中文，我们还提供精心修订的文本、相关的词汇和例句，以及和播客相关的问题，帮助你学习。订阅我们的 newsletter， 你可以免费得到一期上面提到的内容，
以及更多有意思的关于中国文化、中文的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